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峡谷课代表。近年来中国的网红经济领域风起云涌，乱象丛生，众多人怀揣着成为网红的梦想，纷纷涌入直播带货的浪潮之中。从浮夸的炫富表演到刻意营造的悲惨遭遇，各种戏码轮番上演，令人目不暇接。其中不乏一些网红以精心编造的励志故事为噱头，实则背后隐藏着种种不为人知的秘密。更有甚者，以淳朴善良的面目示人，实则却是情感消费的推手。直播间里的假货横行，人设崩塌的戏码更是屡见不鲜，构成了一幅光怪陆离的网红生态图景。提及那位曾被誉为全网最年轻董事长的网红小小如，真名张曼如，她的故事便如同一部跌宕起伏的剧本。1998年出生于广东湛江的张曼如，出身贫寒，是地地道道的农村女孩。除了拥有一副清秀的面容之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兄弟姐妹众多，经济重担全压在了父亲那辆破旧的3轮车上。为了分担家庭压力，年仅13岁的张曼如便辍学打工，踏入了广东佛山一家制衣厂的流水线，每天长达14小时的劳作，只为多挣那100元的加班费。这段经历无疑为他日后的坚韧性格打下了基础。2015年，随着短视频的兴起，17岁的张曼如也紧随潮流，用一部智能手机打开了网络世界的大门。可能是因为13岁就出来从事这个行业吧。起初，他尝试拍摄各种博人眼球的土味视频，但效果平平。直到2018年，一个夏日炎炎的午后，他身着小熊玩偶服，在街头分发传单，汗水浸湿了衣衫，却依旧难掩那份清丽脱俗。这一幕被镜头捕捉，迅速在网络上走红。张曼如凭借努力生活的人设，赢得了无数网友的同情与关注，粉丝量逐渐攀升至100万级别，正式踏入了网红之路。签约网红公司之后，张曼如赚取了人生的第一桶金，并在19岁那年开启了创业之路。她先是开设了服装店，随后又成立了化妆品公司施如雅，并在线下开设实体店，事业蒸蒸日上。同年，他还创立了微商品牌美迪智，一时间风光无限，仿佛真的走上了人生巅峰。21岁购得了法拉利，22岁又添置劳斯莱斯古斯特，并声称在广州全款购置了7套房产。这一系列炫富行为更是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然而，光鲜亮丽的背后却是谎言编织的泡沫。张曼如自诩身价78亿，这一数字在2020年的胡润全球白手起家女富豪榜上足以撼动众多的商界巨擘，包括卡戴珊家族的金小妹和格力电器的董明珠。但如此夸张的言论显然难以服众，很快便有人开始质疑其真实性。随着质疑声四起，张曼如的微商帝国开始显露其真面目。原来那些看似庞大的商业帝国，实则只是一个空壳。所谓的7套房产，也不过是夸大其词的谎言，实际仅有2套小公寓，且首付仅支付了15万。而那些豪车更是租来摆拍的道具，连安全带都没有系便上路了，还因此被交警盯上。更令人震惊的是，他旗下的微商产品品牌质量堪忧，多位加盟商在发现问题之后要求退款，却遭到拒绝，甚至有人因此遭受到了严重的经济损失。面对舆论的压力，张曼如并未选择正面回应，而是继续以卖惨的方式博取同情，企图逃避责任。然而，他的行为终究无法逃脱法律的制裁，最终因涉嫌诈骗被警方带走调查。近年来，可能是受中国第一网红李子柒等农村生活类博主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网红开始尝试这一领域，其中不乏一些人打着淳朴善良的旗号，实则却是情感消费的推手，通过卖惨人设和售卖假货来谋取利益。这种现象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也破坏了网络生态的健康发展。自2018年起，网络上悄然崛起了一枚名为梁山梦阳的年轻女子。你们不相信我的生活，可以来我家里看看。她的故事如同一股清流，却又夹杂着几分苦涩与坚韧。在短视频的世界里，梦阳自诩为四川凉山深处的一名孤儿，年幼时便失去双亲，14岁的肩膀扛起了家庭的重担，带着4个年幼的弟妹，在贫困与艰难中挣扎求生。他的日常被镜头捕捉，化作一幅幅灰头土脸、衣衫褴褛的画面。那破旧不堪的居所，瘦弱的身躯穿梭于山林之间，日复一日地背负着生活的重担。餐餐不离的马铃薯成了他生活的缩影。
这份看似无尽的苦难，搭配上他勤劳、坚强、乐观的形象，迅速触动了无数网民的心弦，短时间内便汇聚了近400万的粉丝群体。粉丝们的同情与关爱如同潮水般涌来，不仅在他直播的时候慷慨解囊，更纷纷建言献策，希望他能够通过直播带货销售自家种的农产品，以此改善生活，给弟妹们一个更好的未来。对于这份来自网络的温暖与期望，孟阳欣然接受，顺势踏上了直播带货的征途。我看这网络上可以卖货挣钱，我想试一下。主要销售凉山地区的核桃、雪燕等特色农产品。在雪花纷飞的冬日背景中，孟阳以深情的语调向观众介绍着每一款产品的独特之处，特别是那皮薄肉厚的核桃，香脆可口，仿佛每一口都是对大山深处辛勤耕耘者的致敬。他的话语中充满了对家乡的热爱与自豪，也巧妙地融入了你的支持就是对他们的最大帮助这样的情感纽带，让许多观众为之动容，纷纷下单购买。直播间内人气爆棚，凉山地区的带货榜上，孟阳的名字常常高居榜首，产品迅速售罄。据估算，仅凭此，他每月的收入便可以达到数十万元之巨。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孟阳直播次数的增加，一个令人尴尬的现象逐渐浮现。尽管收入不菲，他的生活状态却似乎并未因此改善，依旧是那副衣衫褴褛的模样，不断重复着悲惨的身世故事。这不禁让人心生疑虑，如同狼来了的故事再次上演，观众们的信任开始动摇。终于有人按耐不住好奇心，亲自前往凉山探寻真相。这一探竟然揭开了孟阳背后的重重迷雾。原来啊，这位看似贫困无助的女子，实则家境殷实，住在山脚下，有车有房，与短片中的土砖房毫无关联。更令人震惊的是，她的父母健在且年轻，弟弟妹妹也是她花钱雇来的演员，而那只价值不菲的手表更是她私下生活的真实写照。更甚者，她早已成家立业，孩子都已经5岁，日常出入高档场所，衣着光鲜，与直播中的形象判若两人。面对如潮水般的质疑，孟阳虽然辩解自己并未卖惨，直播中的一切皆是事实，但那些被揭露的谎言与欺骗已让他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更有甚者，他所售卖的农产品被爆出并非凉山本土出产，而是从外地低价采购的山寨货，贴上大凉山的标签，高价兜售给信任他的粉丝。这一行为彻底激怒了众人，要求他退还打赏款项的呼声此起彼伏。2023年5月，凉山公安机关的一纸通报彻底揭开了这场网络骗局的真相。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由某经纪公司幕后操作，通过悲惨身世、雇佣演员摆拍等方式打造虚假人设，再以助农为噱头进行直播带货，非法谋取暴利。根据统计，该团伙销售额超过3000万元，并非法获利超过1000万。而凉山孟阳作为这场骗局中的关键一环，最终也难逃法律的制裁，被判刑11个月，并处罚金8万元。这一案件的曝光，不仅让凉山孟阳等网红主播的虚假面具无处遁形，也引发了社会各界对网红经济乱象的深刻反思。凉山州相关部门迅速行动，开展了一系列自媒体乱象整治行动，严厉打击虚假助农、恶意炒作等行为，共处置违规账号457个，永久关闭了包括凉山孟阳在内的多个问题账号，查封涉案公司14家，有效净化了网络环境。谈及靠卖惨博取关注的网红，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传奇人物，便是水泥妹。最多的时候就扛80多吨。她的故事或许更加离奇，也更加令人唏嘘。在网络的另一端，她以弱女子的形象肩扛水泥袋，满身灰尘，却自称为家庭重担所迫，不得不从事这份重体力劳动。然而真相往往隐藏在光鲜亮丽的表象之下，水泥妹的故事最终也被揭露为一场精心策划的骗局。2017年，短视频的风潮刚刚席卷而来，一位在工地上奋力搬运水泥的女孩悄然间成为了网络上的焦点。视频中，她中等身材，略显单薄，脸上挂着劳作留下的尘土，一次又一次地扛起沉重的水泥袋，动作娴熟而有力，将它们码放得整整齐齐。正当众人对这位水泥女孩背后的故事充满好奇之际，一篇题为《水泥妹扛水泥救助患癌丈夫》的文章横空出世，解开了所有人的疑惑。故事的主角名叫张芳芳，一个来自安徽省偏远农村的普通女孩。
后来嫁到了邻近的村落，有着2个可爱的女儿。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富裕，但是也温馨幸福。然而命运似乎并不打算让这份宁静持续太久。丈夫突如其来的癌症诊断如同晴天霹雳，击碎了这个家庭的平静。为了筹集高额的医疗费用并维持家庭的日常开销，仅有中学学历的张芳芳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最为艰辛的道路，搬运水泥。每天当第一缕晨光出现，她便开始了与水泥为伴的日子。一代又一代，约莫4代之重，肩上承载的不仅是生活的重量，更是对家人深沉的爱。夜幕降临，她则回到家中，细心照料病重的丈夫，用瘦弱的肩膀扛起整个家。即便生活苦涩，她的脸上却始终挂着乐观与坚强。张芳芳的正能量故事迅速在网络上发酵，无数网民被她的坚韧不拔所打动，纷纷伸出援手，提出捐款帮助她渡过难关。然而面对这份来自4面8方的善意，张芳芳却展现出了超乎常人的倔强与自尊。她婉拒了所有的捐款，坚持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这份坚持让她在短视频平台上收获了更多的关注与赞誉，甚至被冠以水泥西施的美誉，一跃成为励志网红的代表。她的故事不仅登上了2017年的网红排行榜，还引来了多家媒体的争相报道，甚至受邀参加综艺节目，在镜头前泪光闪烁，再次触动了无数观众的心弦。然而好景不长，随着张芳芳人气飙升，关于她的质疑声也逐渐开始显现。有人质疑她所展现的苦难是否过于夸张，甚至有人开始深挖她的真实生活状况。最终真相水落石出，张芳芳名下竟然拥有4家店铺，还驾驶着价值100万的豪车，而她的丈夫也并未身患癌症，只是普通的肺部感染。这一切的揭露让众多粉丝感到震惊与失望，曾经的励志女神瞬间跌落神坛。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与质疑，张芳芳的支持者与网民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事实胜于雄辩，当她的豪车被曝光于众目睽睽之下，一切辩解都显得苍白无力。这一事件不仅让张芳芳失去了大量粉丝的支持与信任，更让她成为了众矢之的，被官媒点名批评为欺骗公众、消费同情。张芳芳的陨落并非个例，在网红经济盛行的当下，类似的故事屡见不鲜。比如四川宜宾江安县的网红黄琴，是你抚养我长大，她以更加悲惨的身世博取同情。3岁被父母遗弃，14岁辍学打工，与奶奶相依为命，这些标签让她迅速积累了数百万的粉丝。然而随着一次意外的追尾事件曝光，她精心构建的人设也轰然倒塌。原来她不仅拥有豪车豪宅，还隐瞒了父母健在，奶奶有家人赡养的事实，甚至利用奶奶作为赚取流量的工具。这一系列的操作让网友们感叹不已。为了圈钱卖惨，网红们的营销手段真是花样百出，毫无底线。回顾这些案例，我们不禁要问，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应该如何辨别真伪？当同情与善良被一次次消费。Hello， 大家好，我是柯代表。炫富这种行为近些年一直都颇受争议，毕竟在这个社会中还是劳苦大众居多。虽然大家都很向往那种富奢的生活，但对于一些过度炫富的不良行为仍旧有些抵制，特别是那些充满各种商场或官场潜规则的奢华生活，更令人不解甚至愤怒。因为对于那些通过不义之财而获取生活无忧的人，实为可耻。而在前一段时间，就一位人称周公子且出身官场世家的男性，就因为频繁高级炫富翻了车。彼时曾经宣扬苟利国家生死以，家族传承无备则的周公子，在一番奇葩的炫富操作之后，其中最大的疑点就是用于购买房产和商铺的上千万资产到底是从何而来。根据后来通告中的情况，其父母只是普通员工，按照其工资根本不可能拿得出这么多钱。而对于炫富行为，也只是归结于一句虚荣心所致，与实际情况不符。回想当初因虚荣心所致进行炫富的周公子说出的最震惊人心的话，应该就是那句喝20万一斤的茶叶。虽然通报中声称周公子喝的20万一斤的茶不存在，但事实似乎并非如此。曾经有博主分析，既然周公子家中有那么多房产，人家喝20万块钱一斤的茶并不过分。当时周公子他写的是20年的白毫银针，这个茶算得上是名茶和好茶，一般都在清明时节之前采摘，采摘下来之后还要手工剥离羽叶，只剩芽头，
茶的特点就是茶叶上带一层白毫，芽头晾干了以后形如银针，所以得名白毫银针。从产地上分为福鼎和正和两个地方。福鼎茶的特点是清冽甘甜，正和茶是带有兰香味，而周公子说它喝起来口感一般，大概率是福鼎茶。可既然滋味一般，它为什么能值20万一斤呢？关于白毫银针的市场报价，如果是1年的茶，它的报价是1000到1500；如果是3年的茶，报价是3000到3700；而如果是7年的茶，就是7000多到8000多。年份和价格有一定的比例关系，基本上相当于1年涨1000块钱。所以周公子喝的20年的白毫银针应该就是20万一斤。此外，既然如此的话，为什么通报里说不存在呢？因为通报中写得很清楚，他们调查的是周公子常去的一个茶楼，据那个茶楼说，他们店里边最高是6800一斤，没有20万一斤的，所以因此得出调查结果，20万一斤的茶不存在，是周公子的虚荣心所致，也就是说他胡编的。但某博主认为，以周公子的身价，人家喝得起20万一斤的茶，毕竟以市场行情来说，他说的也是有理有据。此外，抛开这个炫茶的行为不谈，光是其他方面的炫富和炫优越，也足以引起外界的多番讨论。周公子曾在朋友圈里发文称，自己购买了第7套房产，而且今后还要继续买房子，并也炫耀曾经有某省领导给他递香烟，还是价值1200元一条，有钱都买不到的名贵香烟。而出去吃饭的时候，单位的一把手居然还能主动和周公子坐在一起，并且来回敬了他10次酒，主动替他搭人情铺路子。另外，因为周公子说了一句空调吹得太冷了，办公室主任立马就找人来给他这个小职员修理空调，并专门找人给他装上了挡风板。当然，除了这些，还有各种有头有脸的大人物，像是某位市长的公子、大型公司董事长、省委书记，还有某银行总部股份公司行长和副行长等人。而周公子先前曾买了一套别墅，开发商居然白送了他2个停车位，隔壁邻居还是江西省某地市的副市长。他还曾进过武警站岗的省长楼，直说是级别限制了我的想象。随随便便参加个合唱比赛，都能在交工集团碰到很多省公路局的老领导，以及原来在省交通厅大院长大的小伙伴们。至于炫富的欧米茄手表、苹果手机、鳄鱼牌衣服、LV 腰带等等，虽然通报里没有提及，但却是在周公子的朋友圈真真切切见到过的。还有像是父亲副局长没问题了，性感空姐雨里等我2个小时等等各种秀出优越感的话，在周公子的朋友圈里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而在被官方通报之后，周公子的家庭背景也终于被彻底公开。周公子名叫周杰，是江西国控集团股权管理部的一名员工，目前已停职，配合调查。周父是原省公路运输管理局客货运输处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2020年9月晋升为4级调研员。周母则是南昌长运公司客运5分公司原副经理，于2017年退休。周公子大伯为省高速集团院党委委员、工会主席，2012年退休。二伯为南昌长运公司原职工，2017年退休。三伯则是省交通设计院党委副书记，2021年退休。看完通报，许多网友都说，全家人都在一个系统里，夹带私货、互走后门的事情肯定没少干。像是周父晋升一事，大伯和三伯肯定没少出力。通报中说，周公子本人及父母名下一共有6套房子和2个商铺，总价一共1500万，贷款253万，在2006年和2022年内先后购买。可很明显，凭借周父和周母在国企单位勤勤恳恳的工作，几乎没有可能挣到1200万。所以综合种种事情来看，周公子坑家的事实基本上被断定了。而有意思的是，原有周公子坑家，近则有妻子坑夫的奇葩事。近日，一则90后券商交易员月入超8万相关截图开始在社交平台疯传。相关截图显示，有博主晒出其配偶的收入水平及2人合照，并配上由中金公司开具的月均收入为8万2500元的收入证明。而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该话题一度登上热搜，单日阅读量超6300万。而且很快，该事件就引起了公司重视。据中金公司透露，目前该员工正被停职调查中。如果从流程上看，多半不会有什么问题，唯一的错误就是让对象把收入晒了出来，违反了内部规定，这和周公子的性质差远了，有点无妄之灾。
不过，这位妻子的行为仍旧遭到了网友的议论。再说回周公子事件，其实他在朋友圈炫富贵，重要的不是谁递烟，也不是20万1斤的茶，而是交通系统内周家所占据的那些资源。体制内家族化其实并非什么新鲜事，早些年就算没有编制，很多单位也都是一家人，只是周公子所表现的是一种普通人少见的体制层次家族。在小县城里，那种从爷爷到孙子辈全在体制内的现象并不稀缺。从乡镇到县单位，各个部门里总有很多直系、旁系的家族成员，几乎是子承父业似的在各单位编制上更替。当然，每个人都有考编的权利，不论其父母是否在编，这是公民自由。但很多网友都觉得这不是一个正常现象。体制是一道隔绝人与人的墙，但至少还给小镇青年留下了一个做题考试的希望。可家族化的体制资源与权势却似乎成为了一堵没有缺口的墙，资源只在一圈人之间置换，希望也只在一个圈层里传递。普通人深一脚浅一脚的带着焦虑奋斗，始终抵不过别人简简单单的一句话，更绝技触摸不到那一支烟和一斤茶。从古至今，阶层的划分无一不是伴随着资源的固化。这种家族化体制的现象浮出水面，不仅体现在是亲属间的传帮带，也体现在婚恋关系中的编制内只配对编制内的这种社会观念。像是小权贵联姻的变种，它作为一种还很流行的普遍观念，十分值得警惕。此外，那些我们觉得不可能出现操作的基层小单位，其实该有的规矩和周公子的朋友圈一样，流程一个不少。单位要上报招考控编的时候，留着几个不上报不招人，要等到谁家的小孩明年毕业时再设置条件招考，甚至还美其名曰不是违规，只是给人家小孩一个机会。基于种种现象，才让周公子的事情爆发之后，许多普罗大众对此愤恨不已，纷纷请求彻查这一家人。毕竟大家辛辛苦苦的奋斗，在这些人眼中却只是一句话。Hello， 大家好，我是课代表。在互联网上，很多的富二代主播凭借着自己有钱的家庭背景，在直播时候的素材大多都会在一些豪车或者豪宅中拍摄。这样的直播内容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毕竟这东西还是满足了不少人的美梦的。但正在这样的直播内容，却在某一天意外出现了一场大事故，差点让一辆豪车当场报废。那么究竟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切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在2019年的10月，虎牙直播平台的一名主播苏西皮蛋在公共道路驾驶一辆日产 GT2 跑车，说是想给看直播的网友们展示这辆超跑在低档位、高转速情况下的动人声浪。主播苏西皮蛋还特别强调自己不会超速，在限速60码的城市道路只开59码，绝对不会有超速的事情发生。在通过一条隧道时，主播介绍自己将会有2档起步，随后给了一脚油门，车辆随即发出了非常动人的声浪，听着就让人上头的那种。如此声浪只踩一次当然不过瘾，主播随即连续踩了2脚更大的油门，结果却出现了意外。在踩下油门后，整个车子突然的向左偏移，紧接着直接一头扎入了隧道的墙壁上。这时我们可以看到，直播平台上的网友们弹幕也由一开始的牛叉炸起来，声浪好听666等内容突然转变成了满屏的问号，嚯，安逸了，卧操等等。而事故现场因为发生这一突发事件而呆滞在原地的苏西皮蛋也在几秒后反应过来，不由得说了一句：这他妈的。此情此景不由得让人想起了电影里头文字 D 里的经典对白。阿木开着日产西尔维亚和别人斗车，把车头撞了之后，跟老爸说我要买 GT2， 昨晚我要是开 GT2 我会撞，而老爸却说你开 GT2 早就死了。回顾苏西皮蛋撞车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当车辆驶进隧道后，虽然是用2档提速，但是车头依然有一个明显向左的迹象。而第二次的加速过程，从排气声浪可以听出来，发动机的转速被拉得更高，而且主播是连续踩了2脚油门，此时很有可能已经触发了 kick down。变速箱档位已经降回了1档，动力太猛导致轮胎打滑，最终撞车收场。总结一下，也就是档位太低，给油太多，导致了失控。而最终苏西皮蛋也并没有在直播间内做出什么着急的表现，反而是非常淡定的联系拖车公司来将这辆豪车给拖回家了，并且还在直播间安慰各位担心他的网友，这其实算不上什么事，淡定休息的样子让不少的人为之折服。要知道出现事故的可是一辆价值上百万的豪车，而苏西皮蛋却还能够保持如此轻松的样子，那这个苏西皮蛋又是何方神圣呢？
苏 C 皮蛋原名赵顺义，虎牙户外知名主播，原熊猫户外头部主播。因其个人风格多以暖心为主，故而被粉丝爱称为伞哥。苏 C 皮蛋拥有多年直播及相关行业的从业经验，是以传播汽车、旅行、美食以及泛娱乐文化等内容为核心的知名户外视频博主。早在熊猫直播的时候，他就拥有超高人气以及粉丝流量。而在熊猫倒闭之后，苏 C 皮蛋也在2019年通过微博官宣了他接下来会转战虎牙。到迄今为止，苏 C 皮蛋在虎牙直播平台的粉丝关注人数已经高达120加万之高，平均在线人数100万到200万，甚至有一次直播间同时在线人数突破300多万。苏 C 皮蛋直播内容受众面极广，是年轻一代最受欢迎的主播之一，虎牙户外板块最受观众喜爱的主播之一。不单单是豪车、豪宅等炫富的行为，苏 C 皮蛋经常会和一些美女小姐姐签订合约，来一场线下搭讪的剧本。虽然这样的剧情非常的老套，但是苏 C 皮蛋有趣的谈吐和那些合作小姐姐的美貌，还是不断吸引人在这个直播间继续停留下去。在豪车方面，皮蛋本人也是徐州地区最早的汽车玩家之一，且在国内的汽车圈内也拥有一定的影响力。同时，他也是徐州超跑俱乐部 GMSC 的创始人，中国第一位 P15车主，第一批488车主。其名下的徐州超跑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是徐州地区最优秀的汽车俱乐部之一。要知道，想要成为一个豪车俱乐部的幕后老板，可不是单单有钱就能做到的。如果没有高端的人脉和雄厚的背景，单纯资金充足，就想要搭建出一个顶级的豪车俱乐部，那简直就是痴人说梦。这一点也侧面说明了苏 C 皮蛋不是一个简单的富二代。据悉，其名下除了 GMSC 超跑俱乐部之外，还成立了一个以粉丝团体命名的传媒公司新大互娱，由苏 C 皮蛋独资创建经营。新大互娱是一家集影视制作发行、短视频制作、网红打造、艺人培养、演出策划制作及文化产业于一体的综合性新锐传媒企业。目前旗下也有了不少知名的主播，目前登记在录的主播就有519名，而活跃的主播更是多达56名之多。像斗鱼知名的户外主播张开朗、苏 C 皮蛋本人、烈烈等人都是非常热门的主播。而另外，在苏 C 皮蛋的名下还有一家以游戏加速为主营业务的极蛋科技有限公司。从其涉及的广泛业务范围来看，苏 C 皮蛋真可谓年轻有为。而苏 C 皮蛋在虎牙直播期间还有过不少的名场面，或者说是经典事件。其中第一件就是每一名户外富二代主播在新加入一个平台的时候，总是会想尽办法去吸引眼球。而我们今天说的苏 C 皮蛋则就非常的绝了，他在进入虎牙户外直播平台的当天，就包下了当地的一家影院的豪华 VIP 厅，用来专门介绍自己。在那天的晚上7点，皮蛋准时亮相直播间，简单的介绍自己之后，会向直播间观众介绍大家最感兴趣的各种超跑。喜欢跑车的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福利时间。贴心的皮蛋为了让更多新加入的朋友进一步来了解自己，他决定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隆重介绍自己。晚上7点20，皮蛋将带着粉丝们前往电影院，在影城 VIP 厅与观众共同观看个人简介和往期视频剪辑片段。这种特殊的自我介绍可以使得虎牙的新观众们快速了解他，以深层次了解自己的直播风格。不得不说，苏 C 皮蛋也是为了这一天的准备了好久。可以说，现在各大直播平台的户外主播为了给直播间带来丰富的直播效果，也是会想方设法的制造一些看点。豪车算是各大户外主播们进行户外直播的必备工具。曾经虎牙户外主播小小酷哥购买法拉利一事成为热议，许多虎牙水军表示，主播小小酷哥为了直播购买价值1000万的法拉利一事有些不太划算。大多数买这种豪车的有钱人都是为了收藏，一年也开不了几次。因此，关于小小酷哥这辆法拉利拉法究竟是谁买的，也是让很多虎牙的水友开始讨论。大部分网友表示，小小酷哥这辆法拉利拉法是工会所有，工会为了投资主播花费巨资购买，小小酷哥只有使用权。也有一些网友透露，这辆法拉利其实是小小酷哥工会给他的签约费，并且要求签约5年。对于签约费这个说法，苏 C 皮蛋也是在直播间调侃关于小小酷哥购买法拉利拉法的事情。他表示，户外主播买法拉利拉法成本多大，买这车的钱不得合同签约个5年或者10年以上才能赚回来吗？在苏 C 皮蛋说完此事后，许多水友表示，签约5年能换来一辆法拉利拉法，其实也很划算。也有一些网友认为，小小酷哥卖掉麦弗伦 P1 后，自己是有能力购买法拉利拉法的。当然，苏 C 皮蛋在直播间的言论虽然很是委婉了，但其实就是侧面在说，小小酷哥根本没有那个财力去自己购买法拉利。因此后面小小酷哥也专门对于此事做出了回应，这辆法拉利拉法是自己购买的，在买下之后也是马不停蹄的将其进行改装改色。虽然有不少水友认为车子是工会出钱购买，不过就算是车子签约费，最终它还是归属小小酷哥所有。最终呢，曾经的熊猫户外一哥转换了阵地，到新的平台虎牙以后，依然站稳了脚跟，并且还不断的在风生水起的活动着。对此，很多的网友都一边羡慕着，一边祝福着这个温柔善良的异类富二代。好了，本期的视频就到此为止了，同学们，我们下期再见。